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卡。没有你，我的故事讲给谁听？从涉嫌赌博靠黑帮躲过一劫，今坐拥超过4亿物业成为楼王。对于当红明星而言，恋爱、结婚、生子都是非常避讳的事情。毕竟，只要触碰了其中一件，就会造成粉丝的大量流失。可他却不惜花费100亿迎娶韩国小姐，他就是演员全相佑。虽然全相佑和孙太医已经结婚12年了，但是因为《天国的阶梯》这部电视剧实在太深入人心了，所以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误以为全相佑和崔智友是一对情侣。2003年播出的《天国的阶梯》可以说是红极一时，当时创下了韩国电视台的收视率。10几年过去了，这部电视剧依旧是韩剧史上的经典作品，也是开启了韩流时代的一部大作。全相佑饰演的成俊哥与崔智友饰演的韩景书，在剧中经历了失忆、4角恋、绝症一系列的狗血剧情，依然深爱，让人潸然泪下。当年在追这部韩剧的时候，不少观众哭到眼泪都干了。自从这部电视剧走红之后，不少的观众都希望现实中全相佑和崔智友能够走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也有绯闻传出，在一些宣传的场合之上，两人的举动稍微比较亲密，就会被媒体大肆报道，所以被误以为是一对也很正常。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成俊哥全相佑在2008年的时候就和女演员孙太英在首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。当时的婚礼也非常轰动，当天婚礼吸引了张东健、宋承宪、李秉宪等众多大牌明星前来参加。除了他的现任妻子苏有贞是全相佑婚前唯一公开承诺过的女友，她长相甜美，却有着魔鬼身材，而且总是福星高照。两人在拍摄美味关系中因戏生情，但恋情刚与媒体公布，两人便因为聚少离多而分手。后来全相佑被媒体问及择偶要求，全相佑表示自己年轻时向往浪漫，选择女友以相貌为主。如今年龄渐长，没有太大的奢求，希望对方爱家顾家就行。但他最终还是迎娶了韩国第3美人孙太英为妻。自全相佑和崔智友合作《天国的阶梯》之后，就迅速的跻身为一线男星，和裴勇俊、李秉宪、宋承宪、袁彬等人一起被称为韩流天王。正处于事业黄金期，32岁的全相佑就要结婚，可想而知他的粉丝会有多伤心。由于选项又突然宣布结婚，导致原本已经谈好的广告取消，损失高达100亿韩元。此外，全相佑即将发行的写真集和正在筹备的海外粉丝见面会等活动，也面临着被叫停的风险，可以说是遭遇了各方面的经济损失。除了金钱损失之外，孙太英情史过于丰富和未婚先孕，连续多日遭受韩网攻击，也让全相佑无比难过。为此，全相佑不得不通过影迷网站发文，表示自己并不关心孙太英的过往，最重要的是和心爱的人结婚，还强调不想因为追求名利而失去真爱。虽然全相佑婚后事业受到影响，不再适合出演偶像片，但也促使他提前转型。全相佑的可塑性也是很强，由此看来，全相佑是一个勇敢面对自己爱情和事业的男人，并且非常有担当，果断宣布自己与孙太英的婚讯。面对粉丝们的不理解，毅然选择维护家庭，勇敢开辟自己的演艺市场，更好地发展自己。那么，能做出这2件事的全相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他的这种性格又是怎样养成的呢？1976年，全相佑出生于韩国大田的一户普通人家。在他出生6个月时，父亲便因为癌症去世。这个打击导致他们一家雪上加霜，不得不过着候鸟般的搬迁生活。有时住在廉价的出租屋，有时穿亲戚小孩不要的衣服，玩他们玩过的玩具。因为在失去父爱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长大，他的个性也是跌宕起伏，是典型的问题学生，打架逃学无所不能，老师对他头痛不已，母亲也感到束手无策。其实全相佑也有脆弱的一面，他多次问起父亲的事，母亲都回答他在美国工作。全相佑说自己被这个善意的谎言骗到了小学3年级。知道真相之后，他才开始变得成熟。22岁时，因为身材健壮，
被一家娱乐公司看中并签约为模特。在韩国做上模特后，说明他离踏入演艺圈不远了。2001年，全相佑出演过一些影视剧，只是反响平平。后来凭借一部电影《我的野蛮女老师》一夜爆红，同时获得大钟奖和百想新人奖。初步斩获名气的全相佑被《天国的阶梯》导演所选中，出演了剧中的富家公子车成俊。《天国的阶梯》放映之后，在韩国争取到42.4%的收视率，中韩两地观看反响也都很不错。全相佑成为了当年韩流金字塔顶端的人物。成名后的全相佑片约不断，而且步步是佳作。但如果要论全相佑最令人深刻的演出，那无疑是他在《马州街残酷史》中的表现。他本人也认为《马州街残酷史》是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。婚后的他也逐渐从电视剧领域向电影领域完成了过渡和突破，而诸如《影子爱人》和《十二生肖》这类电影也帮他迅速地打开了国外的市场。只是与《天国的阶梯》时机不同，这时的全相佑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，观众们同时也会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他。好在他的表演实力也是非常的强，不光事业前景喜人，全相佑的感情生活也十分美丽。全相佑与孙太英的相恋则极为魔幻色彩，比韩剧还要狗血。全相佑最初对孙太英产生好感，居然是因为她在节目上哭。后来通过好友的介绍，两人正式互相认识，一来二去，渐渐的熟络起来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求婚。婚后，全相佑毫不避讳自己的生活。在一档节目中，全相佑向郑智薰大胆地分享自己与妻子的相处点滴。他的妻子孙太英长相美丽，身材优越，曾在第44届韩国小姐比赛里拿到第3名的好成绩。孙太英特别的贤妻良母，不但把儿女教育得很好，还把全相佑照顾得十分妥帖。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她依然保持着仙女般的模样。去年曾出现过一条很是怪异的热搜，全相佑老婆从没展现过生理现象。全相佑则表示，自己跟妻子孙太英结婚12年，仍然像是在恋爱一样，还透露老婆从没在我面前展现过生理现象，没闻到过味道，也没听到过。果然仙女都是不用放屁的，也因此吸引了一大波网友的讨论。在大家看来，如果只是结婚2-3年没什么，可是结婚12年都没有当着丈夫的面放过屁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。而且放屁这种生理现象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更有甚者表示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，有必要这么完美吗？因为好的婚姻不需要太过于伪装自己，只要做真实的自我。当然，夫妻在一起不可能每天都甜蜜，吵架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孙太英曾经表示，她和老公不会冷暴力，有什么都直接说出来，这样对双方都好。现在全相佑拍戏挣钱，孙太英则在家照顾小孩，两个人的分工非常的明确，祝福这对夫妇可以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近些年，韩流偶像层出不穷，全相佑虽然也拍了非常多的影视作品，但是都没有再达到《天国的阶梯》的高度。除了拥有让人飙泪的演技，全相佑戏外的理财头脑也令人佩服。有着不动产之王的称号的他，曾经用58亿韩元在首尔青潭洞买下了一栋大楼，又以17亿韩元在澳大利亚买下了一栋公寓。之后接连又加购了几处房产，单凭这些物业就已经拥有超过200亿韩元的身价，是娱乐圈妥妥的隐形富豪。去年全相佑做客综艺时，坦诚自己对于投资物业十分感兴趣，平常有空的时候便会去一些地产公司打听行情，还会参加一些物业讲座，已然成为一个物业资深投资者了。全相佑表示，自己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，要为家人的未来好好的考虑和计划，毕竟把韩国小姐娶回家了，男神当然要好好的努力赚钱，给老婆孩子最好的生活了。有数据显示，全相佑手中握有782亿韩元的房产，在韩国不动产富豪榜中排名第2。全相佑不仅购入升值空间大的房产，还利用它们来经营洗车场的生意，真正做到了以钱生钱。出道多年很少有负面新闻，不过他却曾被爆料涉嫌非法赌博，深陷舆论风波。去年9月，韩国网红金荣浩在直播时爆料，韩国顶流演员全相佑曾因非法赌博差点被抓。
但当时他在一股势力庞大的黑帮组织的协助下得以逃脱，结果也因此在事后不断被威胁。金荣浩的故事讲得如此的绘声绘色，也吸引了不少网友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和议论。同时，全小佑的经纪公司也做出了紧急回应，称这一切都不是事实，更批评爆料内容太不像话，透露公司内部已经在讨论法律上的应对做法。现在的全相佑除了拍戏之外，很少会在大众面前出现，私生活一直都非常低调。而且与孙太英结婚之后，全相佑就成为了真真正正的24孝好男人。孙太英露出了逆天的大长腿，更加严重的是，孙太英和全相佑14岁的儿子现在身高已经超过了1.80米了，成为了长腿欧巴。孙太英和全相佑身高都非常高，所以儿子也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。此外，孙太英和全相佑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，从之前公开的照片来看，也妥妥是一个小美女。全相佑正在出演网络电视剧《危险 X》，除了繁忙的拍摄日程之外，还有电视剧的宣传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全相佑还是抽出很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每次孙太英分享日常的时候，都能看出来她过得非常幸福。在一些访谈节目中提起丈夫全相佑的时候，孙太英也是一脸甜蜜的样子。但别看现在的全相佑是妥妥的好好先生，其实小时候的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问题少年，还是学校里的打架王。那么他是怎么从打架王转变成如今的好男人的呢？接下来就跟着咔咔来看看好男人是如何养成的吧。全相佑之前从未学过表演，受过专业的艺术培训，但是好在全相佑天生高大帅气的形象和对于表演用心的态度，最终他靠努力成就了自己在韩国娱乐圈不可撼动的超高地位。当初全相佑会选择进入娱乐圈，跟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。父亲过早的离世，母亲独自拉扯着3个孩子，本就贫穷的家庭因为孩子上学等原因变得愈发窘迫，全家人经常居无定所，到处搬家。彼时的全相佑在最窘迫的时候，连贫民窟都住过。可能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童年，全相佑更能理解穷困人生活的不易，内心的情感亦极为丰富。在后来涉足影视剧时，才能将那些男主角不同的悲欢离合、复杂而又细腻的情感变化全部细致入微地演绎出来。虽然最初的全相佑在服完兵役之后，为了赚钱去当了一名模特，但是靠身材吃饭完全不是他理想的职业。模特光鲜亮丽的背后，也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竞争压力，而且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很容易让人厌倦。于是在做了多年模特之后，靠着在模特圈中积攒起来的名气以及更多的资源人脉，他选择了转行。2003年，他与金荷娜搭档拍摄了一部喜剧片《我的野蛮女老师》。虽然当时还不是绝对的男主角，但全相佑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全相佑不仅在片场认真观察前辈们演戏，私下也经常熬夜钻研剧本。正是因为这份认真，全相佑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就给他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成就。凭借着这部作品，他获得了当年电影金钟奖的最佳新人奖，这个起点放在现在的娱乐圈也是很高的了。这个奖项对于全相佑来说有着不一样的重要意义，因为这个奖项他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这样小时候因为贫穷和丧父导致内心极度敏感的全相佑，第一次有了引以为傲的东西。由此，他才真正将演艺事业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发展。从那之后，全相佑相继接拍了《天国的阶梯》、《悲伤恋歌》等等催泪大剧。然而，不管是哪一部作品，全相佑饰演的男主角都是虐心的人物设定，要么和女主深爱分别，要么和亲人分别，无论哪一幕都让人观之心痛。全相佑也因为出演这些作品被大家笑称为催泪男神，直呼剧情太伤人，心脏受不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因为之后全相佑做了一件非常令粉丝们伤心的事，那就是公布与孙太英的婚讯，并在粉丝十分不理解的情况下，选择维护自己的家庭。身为明星，与粉丝和谐相处是一门必修课。为了让粉丝开心，很多男星都不谈恋爱或者隐婚。那么全相佑为什么能如此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爱情，并且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家庭呢？其实这与全相佑的童年经历是分不开的。关心他的网友肯定都知道，他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，而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，因为母亲不想让他以为自己从小就没有父亲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实情。而小时候的全相佑一直以为父亲在美国，
并且深信父亲总有一天会回来，给他买很多很多玩具。但是有些事情是无法一直隐瞒下去的。在钱祥佑8岁的时候，他知道了这个事实，明明已经足够难过，但是生活还是没有放过这个男孩。当时他们家的亲戚跟他家打官司争夺全父的遗产，导致他和母亲还有哥哥不得不经常搬家，难以安顿。最难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就住在放杂物的旧房子里。关于父亲的回忆只有几张相片而已。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男孩多半会成为不良少年，那时候的钱祥佑也不例外。他是学校里典型的问题少年，打架、不好好上课都是家常便饭，甚至还天天带着那种挑事的眼神，一副很拽的样子。本来就没有父亲的陪伴，又得知父亲早已离世的事实，还要与亲人争夺父亲的遗产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还没有10岁的男孩身上。在卡卡看来，不变坏才怪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钱祥佑还有一个坚强善良的母亲，不管他怎么叛逆，全母始终都没有放弃他，而是以谆谆教导来开解他。其实家中发生诸多不幸，最艰难的就是全母。俗话说，女本为弱，为母则刚。全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。在他的教导下，钱祥佑从心底开始转变，明白生活不光是不幸，历尽艰难险阻之后，必有彩虹等待着他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理解了为什么钱祥佑如此顾家了呢？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成长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的。痛失父亲，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母亲炙热的爱结合在一起，让钱祥佑明白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。所以在他的心中，幸福的家庭生活是尤为重要的。而他在不工作的时候，就会专心陪伴家人，尤其是结婚以后，他把自己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方面，与家人彼此相伴的时间愈加长久，之间的爱与信任也会随之加强。在外拍戏的时候，他会每天给母亲和儿子打通电话，当然爱是相互的，有时候他的家人也会来到片场来陪伴他。所以说，爱家的男人最好命，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在演艺事业上，他不仅拿下诸多奖项，还与成龙合作，从眼泪王子到热血打手，他的演技在不断提升，戏路也愈加宽广。如此努力上进的男人，事业怎会受阻？从小时候打架王到如今的好男人，钱祥佑的转变历程离不开母亲的爱。而渐渐长大的他，能够收获成功的事业，靠的不仅仅是努力上进的心，还有爱家的好性格。如今钱祥佑出道已经10几年了，不仅事业有成，而且家庭幸福美满。他的妻子孙太英也是韩国知名演员，身材高挑，长相漂亮，当年还是韩国小姐比赛的第3名。这是一家子俊男美女。二人当初因为拍戏结缘，慢慢走到一起，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亦是10年如一日，从来没有过绯闻传出。不仅生了一个帅气可爱的儿子，在前几年又喜添了一个女儿，凑成了一个好字。如今出席各种活动，经常一家人一起，恩爱幸福的生活羡煞他人。更加搞笑的是，出道已经15年的钱祥佑，没有被新人埋没，却被自己的儿子超越了。据悉，钱祥佑的儿子全路熙今年已经8岁了，可爱帅气，和爸爸如出一辙的单眼皮和细长眼颇受韩国小姐姐和阿姨们的喜爱，戏份能力丝毫不比自己的爸爸差。小小年纪已经拥有强大的粉丝团为他加油呐喊了，无数的少女们争着要当钱祥佑的儿媳，这让钱祥佑哭笑不得，自己还没有老去，儿子已经风靡全国了。除了儿子受欢迎以外，他的女儿现在也已经3岁了。钱祥佑时常将妹妹和哥哥一起做游戏画画的照片发到网络上，小公主可爱呆萌的样子更是让不少网友直呼羡慕。钱祥佑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直言很幸福。同电视剧中的悲情角色不同，现在的他生活美满，事业有成，只有感恩之心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多少新的韩国欧巴占据着市场，钱祥佑依旧是我们心目中最难忘的那一款。所以你看过钱祥佑出演的电视剧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